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在2022年5月份用 Disco Diffusion 生成的一些 AI 绘画图，而到了2022年下半年 ，Midjourney 成为了新的热门 AI 绘画软件。当我让它生成非洲文化女性肖像的时候，它生成了这样一张图；当我想要一张中国老人肖像的时候，它又生成了这样一张图。可见 AI 绘画在2022年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AI 绘图近几年在网络上成为了热点，这也让我萌生了摄影系统可以看作黑盒的想法。AI 绘图的过程是一种给予输入内容，等待其输出结果的过程。虽然看似可能没什么关联，但是这个过程的体验让我隐约觉得这似乎和摄影，特别是胶片摄影有着类似的地方。所以我在想，能不能也尝试着把摄影过程放入黑盒框架中来思考，也许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理解角度。那么欢迎大家收看这期黑造影记，我是卡尔。接下来就让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黑盒是一种系统，或者说是一种方法。当给入一些输入内容后，它会根据输入内容来进行输出。而黑盒意味着在这个系统里，输入内容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看见的只有其最终输出的产物。我们用 Rockford 大学 Stephen Hicks 博士的例子来做解释。如果一个乒乓球以某个位置和角度射入盒子内部，它会以某个位置和角度射出。我们不能知道乒乓球在盒子内发生了什么。如果这个盒子内的运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么我们可能可以在大量实验后得出其规律，来预知小球的射出轨迹。黑盒内部的处理方式可能是目前人类无法理解的，或者是了解有限的。比如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这点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会对外界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回应。黑盒也可能是对于用户来说是无需知道的，比如封闭的程序，用户没有必要知道，或者无法窥视内部运算方法，但是能得到一个结果。比如搜索引擎，我们输入关键字，它将给予我们搜索结果，而用户无需知道内部运作规律。随着短视频平台应用的 AI 照片转绘画功能， AI 绘图功能又火了一把。那么当下流行的 AI 产品，包括绘画 AI 等等，可以看作一个黑盒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AI 绘图基于的是神经网络和机械学习，其处理输入信息的方法是根据自身训练而来。我们可以去测试输出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很难细致入微的去了解算法是如何进行这些判断的，以及其具体依据。也正是因为这种黑盒的系统，导致 AI 在判断如医疗和自动驾驶这类至关重要的决策出错的时候，技术人员往往很难了解其原因和改正方法，因此在这些领域的 AI 运用一直受到争议。照相机它的存在就有如一个魔法的黑盒，如字面意思，它通常是一个不可见光的封闭盒子。为了消除反光，连内壁一般也是黑色吸光的，而通过光圈进入的刹那光线便是它的输入。如果我们把黑盒的输出定义成我们所能看到的影像结果，那么使用数码相机的话，经过电信号与数字信息的转换和加工，我们将可以得到这个黑盒的输出，也就是一张数码照片文件。而如果使用的是胶片为媒介进行拍摄，那么这个黑盒的定义可能会延伸得更广。拍摄完后的胶片上还只是前影，我们还需要进行冲洗，无论是老板冲、自己冲还是撕拉片自动冲。通常来说，直到显影定影后，我们才能看到影像。在这之前的步骤里，画面始终处于不可见的状态，直到最后的画面显现定型，这个黑盒输出的过程才算结束。胶片和数码相机，它们的黑盒可以说是有较大区别的。首先是数码相机有着特殊的预知功能，现代微单、手机等在拍摄照片前便可以预览其输出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准确性也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不断上升。尽管黑盒还是黑盒，普通用户无法确切了解其中光转电再转数字的加工过程，但是在除了闪光灯拍摄或者高速摄影等情况下，预测按下快门后的拍摄结果并不难。画面大概有多亮，大概是什么颜色的画面，我们都能在按下快门前看到。除此之外，当真正按下快门的时候，其输出结果也是几乎瞬间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渐渐变得不再惊讶于其结果。这种接近输出的实时浏览画面和接近瞬间的输出时间，极大地减少了黑盒的存在感，让我们感觉我们的输入便像是输出一般。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渐渐习惯并且开始认为在取景器的这个框内的东西便是现实主体。我们本想要捕捉的是黑盒的输入，却渐渐开始捕捉起了黑盒的输出。反观胶片相机，它的浏览功能通常使用的是光学取景器，
而光学取景器不能反映不同胶片在各个复杂冲洗条件下的色彩和曝光结果。此外，在胶片黑盒系统中，除了类似撕拉片这种产品外，输出结果有着巨大的延迟性，而延迟的时间往往是从几个小时到几个月不等。这样说来，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给黑盒的输入要在很长时间后才能得到输出。同时，胶片摄影的不确定性也高于数码摄影。这不光是因为从取景框浏览的画面和最终胶片成片有着很大的区别，难以预测，还因为有很多除了拍摄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最终成像，比如胶片本身的种类品质、胶片是否过期、后期冲洗过程中的药水质量、温度、时间等等。甚至黑盒框架内的相机也并不一定需要是一般意义的相机，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小小的调整就会改变最终影像。总的来说，数码摄影这个黑盒凭借越来越快的信息处理速度，有着可以比较准确的即时的阅览输出结果的功能，并且按下快门后的输出影像也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这让这个黑盒的存在感不断降低，人们甚至会错把捕捉主题看成是自己的相机屏幕，而不是镜头前的世界。而胶片摄影这个黑盒是非即时的，需要我们想办法去猜测它的输出结果，而这个黑盒的加工过程也充满了很多变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AI 绘图、数码和胶片摄影3种创作方式，让我们把它们放进黑盒系统中思考，看看它们的模式可能是如何的。首先是 AI 绘图，其黑盒自然是一些数字程序或者接口，如有名的 DALL-E、Midjourney， 或者是社交平台的一些 Image-to-Image 滤镜。其黑盒的输入自然是提示词或者是一些图片。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的控制，还可能需要输入关键词权重和一些排除关键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比如生成分辨率等等。其输出得到的是一张数字文件。再来看看数码摄影，它的黑盒通常为数码相机、手机或者类似设备，输入为快门进入的光线，当然光线也能靠快门速度和光圈来控制。然后是一些可能加入的控制变量，如 ISO、分辨率、格式等等。输出方面，电子取景器浏览的画面在很多时候可以说接近于一个不间断输出的过程，只不过和真正的快门的输出相比，其黑盒内部的计算还是有不同的。而真正的输出则是按下快门后的数码文件。最后是胶片的黑盒，它的黑盒通常为相机本身以及后续的冲洗显像。除了和数码摄影里一样的光线进入的输入外，其中还包括了后续药剂、冲洗时间、温度等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胶片黑盒本身也不一定为传统相机，输入的也不一定是传统意义的光线，而这些特例我会在下面的内容中介绍给大家。说到 AI 绘画，让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免费的 Stable Diffusion。我来试试简单的提示词：一个男人在沙发上抱着红色的猫。结果看起来还算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然后我们试试难一点的，一个穿着白靴子的兔子正在烧米饭。这个结果就很有意思了，可能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是有不少差别的，几种结果也都完全不是一种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主流的 AI 绘图黑盒是有着非常高随机性的。2022年的科罗拉多州博览会奖有一幅 AI 作品获得了大奖。作者 Jason Allen 表示，他也不是随手一点鼠标就完成了这个作品，而是不断修改提示词，并且对结果反复调整和筛选后，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说明我们只要对 AI 绘画黑盒做足够多的尝试，掌握足够的经验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的输出结果。这种创作流程与胶片摄影的过程，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具有一些相似性。输入提示词，按下鼠标是简单的，同样，对着要拍的东西按快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理想的结果，就需要对那些具有一定随机性的变量进行反复尝试。胶片摄影作为一种成熟的消费级产品，商家们自然已经帮我们测试好了很多参数，以便让我们能够预测胶片摄影的结果，比如不同药水的胶片种类和冲洗参考温度时间。但在实际操作中，不确定性还是会经常出现，比如拍摄时的色温、曝光、冲洗温度、时间、药水等等都是很容易产生变化的。更别说一卷胶卷一起冲洗的话，每张照片可能也需要不同的冲洗方式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当然，这种不确定性是可以花费一定代价来减少的。而事实上，很多优秀的胶片摄影师或者暗房专家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经验。对于这些大佬来说，胶片这个黑盒也就没那么黑了。就像上面说的一样，AI 和胶片摄影
如果放在黑盒系统中，都有一些明显的不确定性。当然，就目前的技术而言， AI 绘图的不确定性相对会更多一点。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既可以看作是缺点，也可以看作是优点。从坏的方面来看，如果用 AI 绘图进行严谨的作品阐述，效率并不一定高，因为需要大量的调试才能做出一个精确满意的作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使用 AI 来当作灵感来源的话，则需要其有一定的随机性。常常 AI 超乎使用者预料的产物，才正是那些想要追求灵感的用户所需要的。毕竟 AI 结合的是大量图形数据，其内容一定是远超创作者个人的。在摄影中其实是类似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确的理想的结果，那么则需要减少不稳定的因素，让黑盒的输出更具意料性。再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相对的不确定性也是胶片比数码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可以说，不稳定性才使得 AI 和胶片摄影这两种技术在娱乐领域，甚至是艺术创作领域有着独特的魅力。其中最常见的一些方法，可能就是使用过期胶片，从而使曝光和颜色更加远离现实，更加不可预料，或者是对胶片进行夸张的扩充等等。当然，也有不少艺术家甚至改变了黑盒本身，不拘泥于传统照相机，让摄影的不可预料性得到了更多的增加。Susan Durgers 在1990年拍摄的 River Tour 作品中，他把大片的摄影纸放入河水中，让整个夜晚世界成为他的黑盒。他用手电筒照射河流，随着光线在水中不断折射，黑盒的输出便呈现在他的面前。另一个德国艺术家 Marco Breuer 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化学技巧去处理摄影纸，从而增加画面的随机性，其中包括燃烧、折叠、刮擦等技巧，其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抽象美感。其中最疯狂的还属来自英国的 Luca Evans 和 Josh Lake 的作品 Inside Out。 在这个作品中，两个人的身体成为了相机，也就是担任了黑盒系统。方法是直接通过吞咽胶片进入自己的消化系统，最后再拿显微镜记录下胶片上的画面。可以看出，有时候人们会追求 AI 或者胶片的不确定性，有时候又会想要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结果。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也符合消费心理学。在 Front Cycle 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购买盲盒的文章上，张毅和张天启认为，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不确定性可以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和想象空间，这也使得这种不确定的惊喜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满意的购物体验。同时，让人感到有些矛盾的是，在传统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又通常需要确定性。这样的用户心理，我认为放在之前提到的几个黑盒框架中也是适用的。确定性能增加有目的的创作效率，而不确定性则会带来一种独特的正向过程体验。当数码摄影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的欣喜！不仅拍照不要成本了，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拿着胶片去照相馆冲洗了。但其实有时候等待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缺点。在心理学研究中，有着期待愉悦假说，这个理论讲的是期待一件好事发生，将比实际得到的体验更加使人愉悦。可以发现，在社交平台流行的 AI 作画特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加入了一个进度条。当进度条满了，输出画面则呈现。我认为进度条和音乐的配合，把观众的好奇心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画面，则成了等待后的转折。我认为这也是这个特效能够大火的原因之一。反观胶片摄影也是相同的，一方面是光学取景器的画面通常和最后呈现的画面会有不小的区别，其次则是从拍摄到冲洗的过程可能是相当长的，更别说有的胶卷可能从拍摄第一张开始到拍摄完毕都会间隔数月，时间将冲淡我们当时的记忆。等到看到输出的影像画面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将会再次唤醒，得到一种完全不同于数码拍摄的体验。也正是不少人喜欢或者怀念这种拍摄体验，一款手机软件应运而生，那就是 Gudek。 这个软件不但拍照带有胶片特色的色彩，甚至为了模拟冲洗等待过程，需要于拍完72小时后才能看到照片。也许胶片的颜色可以靠着程序模拟，但是等待的过程是数码摄影里很难再有的浪漫了。虽然 Gudek 这类的程序模拟了等待，但是我们知道照片文件就在手机里，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现在 AI 绘画离很精确地理解人们的意思并生成图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在想，如果在不远的未来，它能够完美理解我们的提示词，并且即时精确地生成图片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它反而无聊了呢？因为它变得不再给人以惊喜，这既是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到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人为的去故意让它理解的没那么准确？就像我们在摄影技术发展的历史上看到的那样，我们开始怀念胶片与现实不一样的色彩，人们会喜欢尝试过期胶片，有时候人们会特意保留胶片上的杂质、漏光、无意中的错误曝光，让这张照片的观感远离人眼实际看到的画面。也有的人会去享受等待带来的独特体验，这也许就是胶片摄影和 AI 绘画这种黑盒的独有魅力吧。以上就是我从 AI 黑盒系统开始的联想，尝试把数码和胶片摄影放到黑盒系统框架下的粗糙的思考。希望我的思考经历能给大家带来启发，也期待大家留言探讨这个话题，分享自己想法。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行，欢迎大家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